把诺诺带回京都，快走！娘娘，你呢？我留下来为诺诺节省时间，快走！娘，不要丢下诺诺！娘！三公主小心！娘，不要丢下诺诺！娘，不要丢下诺诺！诺诺，一定要活下来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娘，不要丢下我！娘，孩子还活着。父皇，还是没有妹妹的消息吗？10几年了，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朕在想，会不会真的……不会的，诺诺不会有事的。父皇，母后，妹妹当年失踪在许县，儿臣愿亲自前往一趟，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找到妹妹的消息。母后随你一起去。不可！当年皇后为救诺诺，左臂受了刀伤，虽无大碍，可怎受得了舟车劳顿呢？刀伤那敌心伤啊，陛下！我若寻不回诺诺，死不瞑目。罢了，朕便依了皇后。只是这些年都没有消息了，朕在想，是不是那血玉玉佩丢了？若真如此，皇后又该如何是好啊？陛下不记得了，诺诺右肩上还有一块梅花状的胎记。哦，是吗？臭死了，这什么味儿啊！这不是许安家的闺女，怎么年纪轻轻就做如此低贱之事？听说啊，是这许安这几天得了大病，卧床不起，只能让他闺女出来推馊水车，这就叫做女承父业。亏这二丫生得一副好姿色，这要是去青楼，岂不赚的比卖馊水多得多呀？滚一边去！赵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把这馊水车推我门前坏我生意是？上次我就跟你说过，给我打断他的腿，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不是的，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许小姐，是我爹，他生病了，急需用钱，我是来典当的。你区区一个贱婢，除了这副身子，你还有什么呀？要卖身呢？卖身你去那儿青楼，来我这做事，给我接着打！我准备把他给当了。慢！这玉色泽嫣红，纹理细腻，难道是血玉？我想把他给当了，我爹他生病了，真的等钱救命，等钱救命！看你如此有孝心，开个价吧，想到多少钱？10斤。10斤？哼，就这破烂玩意儿，你想当10斤？你想钱想疯了吧？那你说多少钱？只要够给我爹抓药就行。10枚铜钱，多一个怎么都没有。10枚，这只够给我爹抓2副药。大姐，看清楚了，我这儿是当铺，不是开膳房的。你爹的死与我何干？我不当了，你把玉佩还我！不当？当我这什么地儿啊？说当就当，说不当就不当。让他还呀！把玉佩还我！年纪轻轻，小姐，凭什么你画押好？画好了就好。下次再让我看到你这馊水车停到我店门口，我打断你狗腿！走，别看了，看吧。走吧。殿下，
刚那边。母后，是一女子为医治父亲去典当铺典当发生的纠纷，我们要不要管一管？不必多事，先去县衙找你妹妹要紧。是。这10年来，本宫为寻三公主是实不相寝不安，可你们许县连三公主的半点消息都没有吗？回禀皇后娘娘，下官岂敢怠慢？下官每年都派人彻查好几次，会不会三公主已经离开了许县？放肆！办事不力还敢狡辩？身怀血玉之人，便是三公主赵诺。以前是听说过血玉佩，但这玉佩样式如何呀？难道那贱婢是？不行不行，我刚刚那般羞辱她，她要真是三公主，我许家便是千刀万剐之罪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明日持此图纸，挨家挨户去问，若有消息，重重有赏。灵一，你这成何体统啊？还不快拜见皇后娘娘和二皇子殿下！这是下官的女儿。母后，大胆！冒认皇亲可是大罪。女儿找你找得好苦啊，母后。没错，没错，就是他。诺诺，母后找你找得好苦啊，诺诺。诺诺，母后找你找得好苦啊，诺诺。既是你收养的三公主，为何多年不报？下官，爹爹为办皇差兢兢业业，只是这玉我从未试过人，连爹爹也没有见过。这么多年都未曾见过。叶儿，不可无礼。诺诺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许县令将他抚养成人，便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。快快请起。母后，只因这血玉又是被人夺去，今日才找回，否则我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和您相认了。竟有此事，是何人所为？母后一定要将那贼人千刀万剐。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如今能与母后相认已是万幸。但是，若是母后为诺诺大动干戈，有损母后贤良淑德之名，真是本宫的好女儿，心地善良。可这贼人害我们母女实在不能相认，总得小惩大戒一番。母后，不如此事交给女儿处理如何？交给诺诺便是，本就是诺诺自己的事，那就由诺诺自己处理吧。莲英呐，这些都是皇后娘娘赏赐的。你叫我什么？哎呦，叫我这张嘴，下官该死，下官该死，下官见过三公主。这还差不多。等明日本公主进了京，为你求个升官加爵，咱们许家可就是一飞冲天了。只是这许二丫怎么办？她若将玉佩的事说出去，那可不得了啊！下官想，不如找个茬儿，把她卖入青楼。至于她爹许安嘛，没人照顾，活不了多久。卖入青楼可不行，这许二丫必须死。她若不死，本公主岂能安息？那我今夜就找人。不妥。这皇后虽傻，可二皇子精明着呢，可不能给她抓到什么把柄。许二丫必须死，但杀她的不能是我。那谁能杀她？哼，自然是她的生母皇后娘娘。
还是三公主够狠。哎呀，这样，是你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没药了。都是些寻常药材，怎么就没有了？说没药就没药了，赶紧给我走！你放开我！赶紧走！放开我！走！吵什么吵啊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我是许二丫呀，我经常来你这抓药的，放开我！那求求您了，我爹等着要救命呢，求您给我看吧！拖出去，快拖出去！你爹等着救命，可我们也不能没命啊！放开我！走！我有钱，我这次真的有钱。嘿嘿，你这个扫把星嘛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你惹着天了！快快打出去！给我打出去！出去！赶紧出去！出去！真是晦气！爹，都是我不好，本来想把玉佩当了给你换药，可现在你竟然把玉佩当了，那可是你亲生父母留给你唯一的信物啊！没了它，你以后还怎么认亲呢？我谁也不认，我要给爹养老送终。爹爹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，跟着爹爹受委屈了。二丫，刚刚有几个人偷偷摸摸在你家门前转悠，后来放下了几包东西就离开了。这药正是爹爹平日里服用的药，也不知是谁送来的。爹爹，爹爹起来喝药了，爹爹。不是，没抓到药吗？您先别说话了，趁热把药喝了，小心烫。来。爹，你怎么了，爹？爹，你怎么？爹！什么？毒杀亲生父亲，当真是猪狗不如啊！母后，这许二丫从小就蛇蝎心肠、谎话连篇的，要不然也不可能抢了女儿的玉佩。就算这许二丫如此不堪，可她为何要毒杀自己的父亲？这总得有个由头。哎呀，二哥，这许二丫家贫，许安又常年卧病在床，她不想尽孝，所以毒杀家父啊。诺诺说的极是，这等女子既能从小偷盗，就是品行不端，长大后不当人子也不奇怪。本宫原本只是想小惩大戒，可没想到她如此狠毒，犯下人神共愤之罪，那本宫就容她不得。许县令，按律法当判何罪？回禀皇后娘娘，弑父乃不赦之罪，按律当凌迟处死。那便升堂问罪，本宫也去瞧瞧这许二丫到底是怎样一个恶毒狠辣、卑劣无耻之人。大胆许二丫，毒杀老父，即可治罪。民女冤枉！冤枉？哼！仵作已经查明，你养父许安死于剧毒，你给他喂药的杯子里还有大量残毒，你还敢喊冤？药确实是民女所见，也是民女亲手喂给养父许安。可民女不知这药中有剧毒，这药也并非民女所买，是有人放在我家门前，企图栽赃嫁祸。哼！栽赃陷害？你是说有人将药放在你家门前？可有人证物证？有，邻居张大娘也看到了。好，那就传民妇张氏到堂。民妇张氏，本官问你，今日
可曾看到有人到许安家门口鬼鬼祟祟？张大娘，就是今日早晨你跟我一起看到的那几包药，放药的人是谁？他们毒害了我爹，还要再造嫁祸给我！你快告诉县太爷，你说。住口！公堂之上，休要喧哗。张氏，本官可警告于你，但凡敢说一句假话，本官定拿你入罪。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没看见啊！张大娘，你明明告诉我，你说。我什么都没说。许二丫说你瞧见有人在她家门前放药包了。啊，对，今日早些时候，一会儿上了堂，就说什么都没看见。不仅仅是你，全家都没好日子过了。你记错了，我今天都没见过你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就是想让我家破人亡，对吧？为何？放肆！大胆犯妇，咆哮公堂，成何体统？来人，张嘴！住手！住手！许二丫，你父亲真是被你毒害的？不是，我怎会毒害我爹？那你仔细想想，这段时间可曾与人结怨？王爷，是他们企图再造嫁祸给我，毒害我爹许安的另有其人，求王爷替民女做主。你说你是被冤枉的，但你既无人证也无物证，本王就是想帮你，也无能为力。张大娘，这位是当朝王爷，如果你被人威胁了，你告诉他，他会替我们做主的。张大娘，你别怕，今晨可曾看到徐二丫所说？我要是实话实说，现在没事，可王爷还得回京啊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二丫她是胡说的。诺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开心啊？母后，二哥是不是不相信我就是您的女儿啊？怎么会？他是你二哥呀，疼你爱你还来不及呢。可是他为什么一直帮许二丫说话？你们要是不相信我，就不要认我当女儿啊！叶儿，你给本宫退下！母后，闭嘴！你是想气死母后不成啊？母后息怒，都是儿臣的错。都是因为这个恶毒狠辣、卑鄙无耻的贱人，给我狠狠的打！让这贱人画押！母后还在生儿臣的气，儿臣这也是不想见冤案啊。那你就忍心，你妹妹伤心是吧？是儿臣的错，等回京之后，儿臣一定好好补偿妹妹。这就对了。明日许二丫开堂示众，也算给诺诺一个交代。之后，咱们就启程回京。你父皇想必已经等不及了。母后，明日斩首，儿臣想陪许县令监察。为何？当然是为妹妹报仇了。这才像个兄长。犯父许二丫，毒杀父亲许安，罪大恶极，法不容恕，判斩立决。时辰已到，斩！
却失手毒杀了他。亲生父母这些年学而不得，想必他们已经老了，而我却不能尽孝，现在还要含冤而死。爹爹，娘亲，下辈子我一定给你们当牛做马，养老送终。梅花胎记，又见宝。陛下不记得了，诺诺右肩上还有一块梅花状的胎记。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你这梅花印记可是胎记？王爷，这是……暂停行刑，快去通知母后。快去告诉三公主。是。小姐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调查过了，那许二丫除了血玉之外，再无其他新物。另外，她的右肩上有一块梅花状的胎记。母后，你可否记得，女儿身上有一个胎记？你可是母后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母后岂能不记得？右肩梅花胎记，母后说的可对。母后不必心疼，已经不疼了。当年许二丫父女将我玉佩的时候，撕坏了我的衣服。许二丫看到我右肩的梅花胎记，娇蛮哭闹，非要从女儿身上夺下这朵花。于是他爹便用烧红的铁棍烫在了女儿的肩头。许二丫还说，她没有的东西，别人也不能有。如此歹毒的女人，本宫一定要把这贱人千刀万剐！如今许二丫已经被送去刑场问斩，女儿的仇也算是报了。母后，您莫要气坏了身子。诺诺，这些年你遭了多少罪啊！回到京城，母后一定加倍补偿你。女儿跟您说这些，并非想要补偿，而是这几日女儿觉得二哥好像并不是很喜欢女儿。等日后回了京，定会拿梅花胎记说事，还不如现在就告诉母后真相，免得日后母后为难。还是诺诺想的周全，不过你放心，有母后在，母后绝不会让你受一丁点的委屈。谢谢母后，给您剥橘子吃。禀皇后娘娘，二皇子阻止了行刑。这逆子，竟敢如此忤逆本宫的诏令！母后勿恼，定是那许二丫使诈诓骗二哥。二哥心地善良，皇家儿女怎能如此面善心软？走，母后给你讨了这个公道。母后怎么还不来？水，快去拿水！王爷有所不知，斩刑犯人行刑不能喝水，会失禁的，不体面。少废话，快去拿水！哎，那谁，拿杯水来。许二丫，你可是许安的亲生女儿，家中还有何人？怎么？难道王爷还要诛九族不成？大胆！王爷问你什么，你就回答什么。家父许安，再无旁人。
许安真是你的亲生父亲？不是生父，胜似生父。那你还记得你的亲生父母是谁？皇后娘娘来了。母后，你就是许二丫。民女正是。母后，她肩上有梅花胎记。姑娘，得罪了。母后，你看。刺的可真像啊！刺的。二哥，你定是又被这许二丫给忽悠了。许二丫，像你这种心思毒辣、手段残忍之徒，本宫原是不想多看你一眼的，想着给你个痛快便是。可没想到你还如此善于蛊惑人心，竟让我儿劫了刑场，保你一命。母后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儿臣看到他肩上有梅花胎记，怕杀错了人，让父皇和母后抱憾终身啊！二哥这是什么意思？二哥的意思是，这许二丫才是龙种凤氏，而我是冒认皇亲的赝品呗。母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母后，您别怪二哥，定是这许二丫诓骗蒙蔽，二哥这才上了当。你瞧瞧，你妹妹是多么护着你，而你这当哥哥的是怎么待她的？区区一个贱婢，毒杀父亲不说，还搞得我们皇家鸡犬不宁，本宫容不得你！来人，到，给本宫押上刑台，本宫倒要看看，谁还救得了你！本宫倒要看看，谁还救得了你！叶儿，叶儿。母后，许二丫毒杀养父一案尚且存疑，挑拨皇室关系更是无从说起，望母后明察。那日许县令当堂断案，他已认罪画押，如何存疑？当日许县令用刑，他已昏迷不醒，怎能作数？那日是皇后娘娘让打的。母后，就算要杀他，也得先听听他的说辞，以正国法，以安民心啊！二皇子说的对，总得让人申辩呀。就是啊，不能说斩就斩啊，万一冤枉了好人呢？这姑娘长得不像坏人，我赌她是冤枉的。对呀，这姑娘从小就乖，是诺诺，事情皆因你而起，你觉得呢？母后决定就好，女儿都听母后的。不是，三公主，许县令是想制造冤案不成？凌音呐，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？民女是冤枉的。许二丫，我问你什么，你答什么便好。许安是你的亲生父亲吗？许安是民女的养父。那你亲生父母是谁？不知。那你是何时和你亲生父母走散的？幼时的记忆早已模糊，只记得当时被人追杀，逃难到许家村，被养父许安所救，抚养长大。你对你亲生父母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？我记得我爹好像身披战甲，手持长剑，我娘好像带着我逃跑，还受了伤。伤在哪里？当时我已经逃远，不曾看清。那玉佩呢？又在何处？玉佩我一直佩戴着，养父许安说是我亲生父母的东西，后来为了给养父许安抓药看病，便当给了当铺。
没有，是没有还是不记得？一个连亲生父母都不记得的人，怎会记得对一个流浪落魄的小女孩犯下的恶行？徐二丫，有没有？我记不清了，真的记不清了。我记不清了，真的记不清了。别着急，慢慢想，慢慢想。二哥，这女人到底给你使了什么迷药，让你这么护着她？好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那这黄金我不认也罢。诺诺，莫要说气话，你二哥只是……妹妹，我也只是想调查清楚真相啊。真相就是他们父女俩夺我玉佩，烧我肩膀，虐我数日。要不是养父将我找到，将我收养，我现在就被你们父女俩折磨去死了。二哥，你看，叶儿，够了！你父皇与我这10几年来，日思夜想，茶饭不思，如今一家人团聚了，你是想要了母后的命吗？母后，我只是不想让您认错女儿啊。好，说到底，二哥你还是不信我。既如此，我活着有什么意义？不要，诺诺不要啊，诺诺！三公主，你冷静啊！妹妹住手！母后，二哥，你们要是信我，今天就杀了这许二丫给我报仇；若是不信，我就以死明志。来人，将这贱人掌嘴！将这贱人斩首！母后且慢，就算许二丫和许安抢了妹妹的玉佩，烧毁了妹妹的梅花胎记，可她又如何能记得自己的父亲披甲持剑，她的母亲护送她逃亡时身受重伤，这难道不可疑吗？母后，怎么样了？回皇后娘娘，属下奉命去许安家搜查，搜出了一本日志。这是许安的日志，能回答你所有的疑惑。我爹的日志写了什么？难怪有人给钟金这么收养这女儿，原来是这叛军首领雷鸣的女儿。这要是被朝廷知道了，整个许家村都得被连累了。唉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你的身世，我的身世，快给我看看！不必看了，你的亲生父母就是当年的叛军首领雷鸣，已被满门抄斩。属下还在许家村找到了当年之事的人证。许安，这许二丫确实是被收养的，收养的时间大概就是叛军兵败的那个时间。当时有好多叛军来过我们村。难怪我父母这么多年都不来找我，难怪他们这么多年都不来找我，原来已经被朝廷杀了。本宫就说，一个女人怎能如此了得？抢劫伤人，毒杀养父，蛊惑皇子，原来是叛军首领的女儿。事实已清，即可问斩。母后，现在更杀不得了。为何？若是寻常罪行，在许县自可行刑。可是她是叛军首领之女，按律应该押往京城，交由刑部审查定罪。要是现在杀不了她，还要带回京城，那岂非夜长梦多？妹妹，母后，你们想，妹妹认亲回京，父皇必定欢心，再给她献上叛军首领的女儿这个漏网之鱼，那更是喜上加喜，双喜临门啊！也算是妹妹献给父皇的礼物了。甚好，甚好。若能讨陛下欢心，那也是极好。算了，等去了京城，再想办法杀了她。妹妹，你觉得如何？都听二哥的。如今许二丫为叛军雷鸣之女，事实已清，你我兄妹二人
可莫要因此生了嫌隙。都是二哥的不好，等回京之后，一定好好补偿妹妹。暮色起，看天边夕阳。三公主，亲日之事干得漂亮啊！那日志自然是假的。等明日本公主离了京，参与本事的一个不留。下官明白。之前下官还担心三公主入宫后会应付不来，如今看三公主的手段，下官也就放心了。入宫后可多与许妃走动，那毕竟是咱家远亲，也好有个帮衬。快走，别磨磨唧唧的。是，能给口水喝吗？叛军余党还想喝水？我告诉你，能渴死在路上算你运气。等到了京都，入了刑部，想死都难。走。妹妹，之前的事莫要怪二哥，都是二哥的不是。都是一家人，二哥见外了。他是怕你见到你父皇，告他一状，让他吃不了，兜着走。诺诺，等见到你父皇，你可得好好陪陪他。这10几年，你父皇白日里在朝堂上日理万机，每到夜深人静，总是借酒寄相思，对你是万分挂念啊。都是女儿的错，让父皇和母后担忧了。傻孩子，这怎能怪你呢？都怪女儿没有誓死守护玉佩，被那许二丫妇女给抢了去。女儿这些天在想，要是我没有及时找回玉佩，被那叛军余党给冒认了皇亲，再伺机伤了父皇和母后，女儿定会抱憾终身的。这样说来，儿臣也有罪，都怪儿臣鬼迷心窍。要是让那许二丫冒认了皇亲，她若为了复仇，肯定会对父皇母后不利。儿臣岂不是置父皇与母后于险境？千错万错，都是那叛军余党的错。等回了京，交给刑部游街示众，绝不手软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父皇和你母后日思夜想了10余年，如今我们皇家终于一家团圆了，好，甚好。这都是陛下呀，洪福齐天，连老天爷都帮着您呢。来，朕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位是许妃。诺诺见过许妃，回京前，养父专门嘱咐过，许妃和养父许家是远房亲戚，让我多多走动。哎，什么远房亲戚？是至亲。许茂才是诺诺的养父，许妃又是朕的爱妃，我们是亲上加亲呐。陛下，瞧您说的，皇后该不高兴了，恐怕以为臣妾要跟她抢女儿呢。哎，一家亲一家亲，来，朕给你介绍，这是朕的贴身侍卫燕小七。小的时候你们还定过娃娃亲呢。臣见过三公主殿下。父皇，人家才刚刚回京，怎么跟女儿说这些？你是想女儿嫁给一个侍卫不成？哎，妹妹，小七可不是一般的御前侍卫，他乃是功臣之后，他的父亲和咱们父皇可是8拜之交，在平叛敌军时，为救父皇，不幸战死。哦，那巧了，当年的叛军首领雷鸣的女儿，本公主抓回来了。延安侍卫，要不要去刑部大牢瞧瞧？想喝水？行，我去给你找水。你疯了？皇后娘娘可说了，她要在刑部给我说他了，咱俩可就遭罪了。将死之人何必折磨？去给他端杯水来。是。
抬头。当年你父亲杀了我父亲，如今我杀你报仇，可有怨言？这破天的富贵，我许灵英算是接住了呀。公主殿下，许妃娘娘来了，就说本公主歇息了，不见客。三公主好大的架子呀！你们下去吧。诺诺见过许妃娘娘。诺诺，许灵英啊，许灵英，你3岁时表姑我就抱过你，小时候你就喜欢跟别人抢东西，现在更是不得了了，敢冒认皇亲了。娘娘您在说什么？诺诺听不明白。听不明白是吧？那本宫这就去跟皇上皇后念叨念叨，到时候你可别怪本宫不念亲情。表姑，怎么，怕了？表姑，你真当皇后娘娘傻？她只是思女心切，一时乱了心神，否则凭你这点小把戏，想瞒得过皇后娘娘？等她回过神来，你还有你爹许茂才，都得死无葬身之地。所以我已经将许二丫带回了京，等到时候刑部杀了她，就死无对证。滴血认亲呢？没有本宫的帮忙，你能过得了这一关？只要你帮本宫扳倒皇后，太子之位便非我儿莫属。等我儿登基，你就是长公主，什么荣华富贵、封印子孙，咱们许家就是当朝第1世家。可如果你不帮本宫，本宫也不介意大义灭亲。我答应表姑，只是我应该怎么做？简单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找个合适的时机告诉皇上，当年皇后与你出营躲避叛军时，她不仅被叛军玷污，还用你的性命换取自己的性命。这样做，皇后会被处死吗？处死？打入冷宫已是极限，一国之母怎能处死？要么不做，要做就斩草除根。你在说甚？皇上不杀他，咱们也不能杀他，但有一个人可以杀他。谁？他的宝贝女儿许二丫。许二丫已经认定了自己是叛军雷鸣之女，而叛军雷鸣又被朝廷满门抄斩，这个仇，你说他想不想报？那我的仇又该找谁报？两军交战，死伤难免。我们雷家败了，咎由自取。如果要报仇的话，我的仇该找谁报？大逆不道！算了，我不杀女人，更不杀手无寸铁的女人。反正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被游街处死。适可而止，他要是死在牢里，太便宜他了。是，小的明白。燕侍卫慢走。求上天垂怜，我若不死，一定会为我亲生父母报仇的。陛下，臣昨夜夜观天象，有天狗自东至西而来，不祥之兆啊！何解？陛下应大赦天下，以慰上苍。可这叛军之首雷鸣之女许二丫才刚刚押入京都，此女毒杀养父，又曾谋害三公主，甚至想冒认皇亲，怎么向三公主交代啊？父皇不必为难，女儿不是骄蛮任性之人。既然监正说要大赦天下，那父皇应该以国事为重。女儿与许二丫的恩恩怨怨，父皇不必忧心。诺诺真是人美心善，颇有你母后之风啊！好，那朕便大赦天下。陛下，诺诺如此懂事，但您也不可能真就不管不问了。臣妾觉得死罪可免，但因削籍为奴，进宫伺候，也算是赎罪了。准。笨手笨脚的，连个菜都洗不干净，重洗。皇后有旨，赏三公主碧玉龙凤簪一对。
磨磨唧唧的，手脚麻利点儿。你想烫死主子们吗？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，让悲伤无法上演。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。皇上有旨，赏三公主夜光琉璃杯一对。唐山药，你不是想杀我报仇吗？你好好活着，我才能杀你。你要是被烫死，我还怎么杀你？我也想好好活着，可是我的人生好像总不太能如愿。燕小七听闻父皇大赦天下，免了许二丫的游行之罪，十分生气。儿臣得找机会去劝劝他，可别在宫里闹出血案了。小七知道分寸，就算要手刃仇人，也不会在宫里动手。哦，对了，那许二丫现在在哪里做事？许二丫最近在做些洗衣烧水的杂役。洗衣烧水？哼，虽然你父皇大赦天下，但也不能这么便宜他。去，传我旨意，调他去刷公桶、挑粪水。这些脏活重活，平时都是太监在做，她一个宫女怎么做得了啊？二哥，许二丫以前在许县的时候是拉馊水车的，让她做这些，也不算太为难她吧？就是要为难她，她要是累死了，正合本宫心意。公统误会，小心避让。公统误会，注意避让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宫女她惹了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正变着法儿的整她呢。啊，是吗？真的假的？让一个婢女去拉贡桶车，这可是我朝头一遭吧？皇后娘娘可真狠啊！咱们以后可得离这扫把星远一点。注意避让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皇后的指使。果然，有其女必有其母。公统误会，小心避让。你看他，像是毒杀养父、抢劫肆虐、攀龙附凤之人吗？不像。那你还要杀他吗？复仇不共戴天。再过几日便是姐姐的寿诞了，妹妹在寿诞上为姐姐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妹妹有心了，本宫能寻回诺诺，已是上天给本宫最大的礼物了。那边荷花开得正好，去，叫三公主一起游园。是。妹妹，咱们斗了这么些年了，本宫也累了。诺诺是本宫的心头肉，也是你远房表兄许茂才的养女。正如陛下所说，咱们算是一家人了。那日后莫要再斗了，妹妹以为如何？看姐姐说的哪里的话，妹妹可一向以姐姐马首是瞻呢。罢了，言尽于此。妹妹知道我的心思就好。娘娘不好了，三公主落水了。三公主只是呛水阴厥，已无大碍。怎么回事？奴婢与三公主刚走到此处，三公主与一个拉粪车的奴婢起了争执，三公主不小心跌入湖中。许二丫，皇后娘娘驾到！许二丫，你真当本宫不敢杀你？皇后娘娘，不知奴婢犯了何事？你是这里管事的？是。奴婢以下犯上，该当何罪？鞭笞30，还愣着干嘛？
皇后娘娘，您身为六宫之主，怎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？奴婢何时以下犯上？还敢顶嘴，给本宫打，狠狠的打！还敢直视本宫，给本宫狠狠的打！姐姐，再打下去要出人命了。这贱婢早就该死了。姐姐，皇上大赦天下，再过几日便是姐姐的寿诞了。这个时候闹出人命，恐怕不吉祥的。这条贱命，先给本宫留着，下次本宫把你这贱婢剁了喂狗！瞧给人打的。谢谢许妃娘娘，奴婢没事，只是奴婢不解皇后娘娘为何如此。皇后娘娘折磨人，哪还需要理由啊？现在宫里都知道你是她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不除不快。要不是皇上大赦天下，你还有命活到今天？我不能死，我还没给爹娘报仇，我不能死。许妃娘娘，求许妃娘娘收留奴婢，奴婢愿意伺候许妃娘娘左右。爹娘、养父、二丫苟且偷生，入宫为奴，就是在等一个机会。等二丫为你们报了仇，就会跟你们团聚，为你们尽孝。许二丫虽然不说，但她对皇后早已恨之入骨。这对母女，倒真是一个比一个蠢啊！那都是三公主好手段呢。再过几日，便是皇后娘娘的寿诞了。你的计划准备的怎么样？姑姑放心。那日说好不再斗了，妹妹带着这贱婢，是叫本宫难堪啊！不过是当条狗养罢了，姐姐又何须为了一条狗跟妹妹生气啊？今天是母后的生辰，儿臣祝母后鸿福齐天，永享天伦。儿臣给母后献上了一串南海珍珠，作为给母后的贺礼。我儿费心了。属下恭候皇后娘娘青春永驻，福寿无疆。属下敬上和田玉石一块。小七是本宫与皇上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与诺诺从小青梅竹马，都是一家人，费心了。哈，真是不容易啊！自从诺诺走丢以后，皇后就再未过过生辰，每年生辰都是以泪洗面。这下好了，我们皇室终于团聚了。来，共同举杯。陛下。哦，瞧瞧瞧瞧，还有三皇子在外戍边。诺诺，你给你母后准备了什么贺礼啊？父皇，女儿给母后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哦，嗨，你就是母后最好的礼物，还准备什么呀？这10多年来，父皇和母后对女儿日思夜想，受尽了相思之苦，这份苦不能白受。女儿准备的这份大礼，就是告诉父皇母后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。诺诺，母后知道你这些年受尽委屈，可你父皇大赦天下，许二丫暂时不能杀。但母后答应你，等来年，母后一定会将那贱人送上断头台。我说的不是许二丫。哦，还另有他人？快告诉父皇，始作俑者是谁？就是她，皇后娘娘。你胡说什么？妹妹，母后，难道您忘了吗？当年我们母女被叛军追杀，您为了活命，把我扔给叛军，只为了自己逃跑。不是这样的，诺诺。当时事情紧急，母后与你分开，是想引开叛军，护你周全啊！啊？是。诺诺，当年的事，父皇已经调查清楚了。正如你母后所说，那您可曾调查到，
母后她当时卑躬屈膝地跪在叛军营中，祈求他们放了她，还把自己的女儿父皇您的血脉留给叛军当人质，还以色示人。张诺，你满口胡言！母后，您说您这10多年来茶不思饭不想，我看未必是因为女儿吧，而是因为你心怀愧疚，你对不起女儿，更对不起父皇。周诺，你当时年纪尚小，根本不可能记得这么清楚。你怎知我记不清？我记得清楚得很。当年母后在叛军帐中以色示人，我钻狗洞跑出军营，一路上忍饥挨饿，受尽屈辱，直到逃到了许县，才被养父好心收养。三公主，事关国母声誉，若没有真凭实据，由不得你虎口叛污。这是你燕侍卫对皇家说话的态度吗？三公主不必给臣扣帽子。哼，够了！陛下，臣妾与您风雨同舟数10载，臣妾是什么样的人？陛下，您难道不知吗？娘娘，诺诺可是您的亲生女儿，如果她没有经历此事，怎么会诬陷她的亲生母亲呢？陛下，您说对吗？许贵妃言之有理。叶儿，回父皇，儿臣的意思是，这位三公主可能是假扮的。二哥，你说话要讲证据的。自然有。那甚好，拿来吧。她，许二丫，她身上有同样的梅花胎记。许二丫，她不是叛军首领雷鸣的女儿吗？回父皇，这都是一面之词。自从儿臣到了许县之后，一切都觉得很蹊跷。蹊跷？如何蹊跷？父皇与母后举全国之力找寻三妹10余年，都没有半点消息。可儿臣和母后到了许县之后，这玉佩突然就出现了。巧是巧了点儿，不过也不是不会发生，对吗？贵妃所言有理。父皇，更巧的是，许二丫身上的梅花胎记，就算是异母同胞，也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吧？是胎记还是刺青？二哥，你分得清楚吗？我是分不清，但是可以滴血认亲。二哥，原来你从未信过我。我只信真相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女儿愿意滴血认亲。若女儿认证了自己的皇室血脉，那母亲以前的过错，希望父皇秉公处理，还女儿，还天下一个交代。陛下，臣妾认为滴血认亲甚好。这一来可以帮三公主明证，自从三公主回宫以来，外面的各种流言蜚语比比皆是。别说宫内了，这宫外更是不得了。这二来嘛，若三公主真是诺诺，那她今日所言皇后卖女求生、以色示人的事情便可信了。好，那便滴血认亲。父皇、母后龙体奉身，不可受伤，请由儿臣代劳。二哥，希望这一次是你最后一次怀疑妹妹。许二丫，你也来试试。去吧，要不二皇子整天说你是三公主，你受得起吗？
够了！皇上，你要相信臣妾啊！皇后，你是诺诺的生母，若没有此事，诺诺为何要攀吴于你啊？陛下，臣妾……还有这个叛军的女儿许二丫，诺诺视她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本该处置于后患。他俩本该水火不容，如若没有此事，许二丫为何会替诺诺作证？你当真以为朕是傻子不成吗？来人，褪去这女人的凤冠凤袍，交由大理寺论罪。父皇，陛下，皇后娘娘毕竟是一国之母，怎可交到大理寺问罪？这要是让天下人知道了，有失皇家颜面呢。一国之母，一国之母怎会以色示人？皇后，你配吗？诺诺，你是苦主，你来说。妹妹，这可是咱们的母亲啊！父皇，请父皇从轻发落。女儿说这些，不是为了治母后之罪，只是女儿心中憋闷难受，又不想看父皇蒙在鼓里，这才一时冲动。求父皇不要治母亲重罪。陛下，送往大理寺问罪的确不妥。臣妾认为，既然这是家事，不如将她打入冷宫，这样既不会被外人知晓，又能对皇后小惩大戒。诺诺，你觉得如何？诺诺愿陪母亲在冷宫两却残生。你母后如此待你，你还能有如此孝心，真是好孩子。你这毒妇，瞧瞧你女儿是怎么待你的！来人呐，朕要将她打入冷宫，今生再不相见。母亲，女儿错了，皇上不该说，女儿不应该说这些。皇上，女儿要给您尽孝，母后，女儿要给您尽孝啊，母亲。诺诺，来人啊，快传太医！传太医。如何？回娘娘，气血攻心，血脉受阻，休息几日便好。有劳太医了。不敢，皇后娘娘被打入冷宫，以后这后宫就是许妃娘娘的天下了，还请多多关照。好说，下去吧。是。三公主好演技呀！姑姑也不赖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皇后娘娘留不得。接下来就看姑姑怎么蛊惑人心了。许妃娘娘，奴婢不知做错了什么。你这奴才怎会如此心性凉薄？奴婢不知许妃娘娘的意思。你爹雷鸣被人五马分尸，九族被诛，你却甘心为奴，伺候人伺候得如此心安理得，叛国之罪，罪有应得。那你的养父许安呢？他被人设计毒死，他又犯有何罪？娘娘，您知道是谁设计毒杀我养父，栽赃给我的吗？猪脑子，你好好想想，谁最恨你养父许安？又是谁最想让他死？是皇后娘娘。当年你和你养父抢了人家三公主的玉佩，又用铁烙把人家的梅花胎记烙伤，皇后娘娘怎么会不恨你呢？那可是睚眦必报的主。果然是他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，你可知道你的亲生父亲雷鸣是如何兵败的？当年皇后娘娘被掳，以色示人，趁机偷得粮草大营的布防图，陛下这才夜袭粮草大营，大败叛军。这么说来，你的亲生父亲雷鸣被五马分尸，也是拜皇后娘娘所赐。皇后娘娘现在被囚禁于冷宫之中，总是需要个人照顾的，你可愿去啊？娘娘，奴婢愿意去冷宫照顾皇后娘娘。好，那你得好好的照顾皇后娘娘了。妈，到了。公公不去给皇后娘娘说一声，奴婢是奉命来伺候的。哎，这
这地方晦气，你啊自己进去吧。啊，爹，女儿忍辱偷生这么久，就是在等一个机会。虽然现在还杀不了那个狗皇帝，女儿就先拿皇后的命，告慰你们的在天之灵。你这个贱婢，本宫要杀了你！杀我？皇后娘娘，你有今天的下场，都是拜你那宝贝女儿三公主所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不是你，要不是我，也会有别人。你就没有想过，你那宝贝女儿三公主是想置你于死地吗？你胡说！我从小就拉馊水，干重活，你确定你打得过我吗？等本宫出去，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哼，出去！皇后娘娘，你就没想过，你那宝贝女儿三公主把你送到这儿来，就没打算让你活着出去？你闭嘴！诺诺不是这样的，她只是埋怨本宫当年没有把她护好，让她流落民间，受了那么多苦。等她气消了，她一定会找到父皇，说明一切。若她只是埋怨你，怎么会当着那么多人把你卖女求生、以色示人的事情说出去？她分明就是想让你身败名裂，然后死在冷宫里。你胡说，她不会的。那娘娘猜猜，我为什么会来伺候娘娘？是诺诺让你来的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我与娘娘的缘分太深了，怎能不来好好伺候娘娘呢？许二丫呀，许二丫，在许县时你软弱可欺，进宫后你唯唯诺诺，没想到你还如此能言善辩，本宫看走眼了。皇后娘娘的眼神确实不怎么好，恐怕看走眼的不只是我许二丫一人吧。三公主，你可看明白了？你在这跪着又有何用？陛下不会收回成命的。母后她绝不是这样的人。我知道，三公主有问题，我也知道，所以你在这里跪没有用。去许县把三公主和许二丫的底细挖清楚。可是母后怎么办？冷宫里危险重重，有我。多谢。不用，皇后娘娘从小就待我如亲生。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。皇上杀我亲生父母，不过是胜者王后败者狗，但你却在许县让人毒害我养父，我今日就要替他们报仇雪恨。诺，是母后没有护好你，原谅母后。天刚物燥，小心失火。你们去那边巡视。是。叶小七，以他和皇后的关系，等下应该会进来。许二丫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照顾皇后娘娘。来人，把火盆端出去。说，是谁派你来害皇后娘娘的？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我是在害皇后娘娘，还是在帮皇后娘娘？这冷宫本来就阴寒，皇后娘娘哪里受得了这样的阴冷？我是在帮她生火取暖，你懂吗？可
可是你不知道这烟熏会害人吗？那你不知道这冷宫四处透风，这点烟熏怎会害人？来人，在。去把火盆端回来。啊，火盆已经灭了。再燃着。是。为什么来冷宫？没人愿意来，奴婢身份低微，所以就被派来了。你是来替你的反贼爹爹报仇的吗？不敢。我会盯着你的。这宫里美女如云，你不盯着别人，你盯着我干嘛？不要油嘴滑舌的。你对皇后娘娘怀恨在心，甚至对陛下、对整个皇室都怀恨在心，是不是？那你不也对我爹怀恨在心吗？那不一样。有何不一样？你爹爹是反贼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那我爹当年要是赢了呢？你爹不就成反贼了？难道因为你爹是反贼，你就不恨了吗？算了，恨与不恨都是你的事儿。但我警告你，你若敢做半点伤害娘娘的事儿，我定饶不了你。燕侍卫慢走，奴婢不送了。本宫饿了，去熬个八宝粥来，莫要太甜。娘娘，这里可是冷宫，丢了可就没得吃了。皇后可好啊？人没事，只是老被那新来的奴婢欺负。什么？那贱婢竟敢侵辱我母后！你们这群太监干什么吃的？三公主息怒，奴才这就去教训那贱婢。罢了，不用你多事，你看好冷宫大门就行。没有陛下或者本宫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准让皇后娘娘出来，以免罪加一等。本宫这也是为了皇后娘娘好。去给雪儿丫捎句话，本公主亲手给母亲准备了些点心，让她来本公主府上取，好好照顾皇后娘娘。好，奴才这就去办。三公主可真是孝顺呐。百善嘛，孝为先。那点心里，我可是加了料的。你就不怕皇上问责？那雪儿丫从本公主府上取走的，可真是点心啊！我还给许妃娘娘送了一份呢。至于嘛，她在路上动什么手脚，那怎么能怪得了本公主呢？一石二鸟，不，一鱼三吃。既除了皇后，又除了许二丫，本公主嘛，还捞了个孝顺的贤名。三公主可真是好手段呢。这以后本宫可不敢与三公主为敌。哎呀，表姑，您这是在说什么呢？这除了皇后，二皇子失势，那三皇子必得大位啊！到时候，表姑你可就是皇太后啦！我这鞍前马后的伺候都不嫌够，怎敢与表姑为敌呀？三公主可真是会审时度势。走吧，去做点心去。哎，是诺诺送来的，是我取来的。你瞧这点心雕得多么用心，诺诺心里还是顾念母女之情，想必再过几日她也就消气了吧。雪儿丫，你听不到本宫在跟你说话吗？刚出锅的第一份送去给了许妃娘娘。您这份是挑剩下的，皇后娘娘满意了吗？许妃这贱人，仗着个诺诺养父许茂林沾亲带故，与诺诺交好，当时本宫并未多心。如今看来，她就是想要挑拨我们的母女之情。诺诺在寿诞上说的那些话，定是许妃这贱人教的。皇家的家事不必说与我听，我也不感兴趣。甜点凉了，想吃就多吃点，不吃我就扔了。不吃我就扔了。皇后小心，有毒！
你竟敢谋害本宫，本宫要治你凌迟之罪！全都有毒。你装什么？有没有毒你难道不知道？难道他们是想毒害皇后娘娘，然后嫁祸给我？到时候皇后娘娘死了，我百口莫辩。不对，皇后娘娘是三公主的亲生母亲，就算她怪皇后娘娘当年弃她于不顾，也没必要弑母啊。许儿呀，你别装无辜，你本是雷鸣的叛军之女，你们全族被杀，就剩你一个余党。你处心积虑来到本宫身边，就是想要杀本宫报仇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是想杀了皇后娘娘，替我的亲生父亲和我的养父许安报仇。小七，你都听到了吧？这贱人想谋害本宫，但这毒不是我下的，是他们，一定是他们。他们是许妃和三公主。住口！死到临头还攀污我女儿，本宫非要杀了你！本宫非要杀了你！皇后娘娘，叶小七，你作甚？皇后娘娘，毒不是许二丫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末将从许二丫拿到食盒之后，就一直暗中跟了过来。这一路上，许二丫不曾打开这食盒，也一直没有机会下毒。可他刚刚承认了，他就是想杀本宫，为他生父和养父报仇。是母后没有护好你，原谅母后。这些天，末将一直暗中保护着娘娘，她若想动手，末将早就已经杀了她。为什么不动手？不知道。你来这里不就是想杀本宫，为你家人报仇吗？但我更想问皇后娘娘一件事。说，有人借我之手杀了我养父许安，这件事可是娘娘所为？本宫虽然恨你们父女对诺诺所做之事，恨不得把你们剥皮抽筋，但本宫还不屑做这种下作之事。本宫若是想杀你们，不用这么麻烦。你说你养父不是你毒杀的，是有人借你之手。我怎会毒害我养父许安？因为你不想让人知道你是叛军之女，免得惹祸上身。等一下，许二丫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在许县也有人借你之手毒杀养父？也就是说，眼下这人故技重施？你想说什么？皇后娘娘，末将斗胆，请娘娘恕罪。无妨，说。末将猜测，给这盒点心下毒之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三公主。不是她，不可能是她。她是本宫的女儿，她为何要害本宫？她就这么恨我吗？燕侍卫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燕侍卫为什么会怀疑三公主？本来雪妃娘娘更值得怀疑，但这些点心是我看了三公主亲手做的。你监视三公主，你可真够大胆的。从我第一眼见她起，就从来没有相信过她是三公主赵诺。你跟三公主很熟吗？又是常在一起玩耍。哦，青梅竹马。你越界了。可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就算三公主是假的，她为什么要毒害皇后娘娘？而皇子和你都在怀疑她，宫里宫外也都在议论纷纷，只有皇后娘娘对她坚信不疑。她不应该希望皇后娘娘长命百岁吗？她真正的目的是想除掉我？也不对啊，她恨我，想杀我，有10000种办法，没必要拿皇后娘娘当诱饵。你忘了许妃？许妃想除掉皇后娘娘，在外里面的三皇子是许妃娘娘亲生的，而二皇子是皇后娘娘亲生的。皇储之争，那就说得通了。你也不是愚不可及嘛，为何在许县誓不自毙？你要是亲手杀了你所爱之人，还能保持理智吗？那你为何在入宫为奴之后，还傻乎乎的被玩弄在股掌之间？这个嘛，我故意的，要不三公主能让我活到现在吗？既然你现在知道自己被三公主和许妃当棋子，
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以身入局，胜天半子。不杀皇后了？娘娘说了，她没有杀害我养父许安，我信。那你的生父雷鸣呢？诛九族的仇也不报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许二丫，小七，把他拿下！娘娘，皇后娘娘好点了吗？你们，娘娘，您这次能逃过一劫，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娘娘，您自己想死不要紧，可别拖了我下水。你再说一遍！娘娘，你已经把三公主给弄丢了，再把二皇子给拖下水，这世上哪有这样的母亲啊？要是娘娘死在冷宫，二皇子便没了依靠，到时候许妃娘娘独获恩宠，升贵妃，升皇后，三皇子子凭母贵，位居东宫。到那个时候，二皇子怕是当个庶民，像奴婢一样拉馊水车的机会可都没了，好惨呐！住口！娘娘，末将怀疑本次投毒就是三公主和许妃合谋。住口！住口！给本宫住口！别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皇后娘娘是到了黄河也要跳。早就听闻皇后娘娘足智多谋，心思清明，现在看来都是虚言。我看皇后娘娘和我们村口那些执拗的婆娘没什么区别。够了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娘娘！不要丢下诺诺！醒醒，醒醒！皇后娘娘，许二丫是为了让你赶紧清醒过来，再这样下去，正中敌人奸计啊！没有敌人，诺诺是本宫的女儿，不是敌人。你和叶儿一样，都被许二丫这个贱婢蛊惑了。本宫要杀了她！娘。诺诺，皇后娘娘，三公主咬我，他抢我点心，我作证是他抢了妹妹的点心。不是的，是点心掉地上的，我想给诺诺拿个新的。来，给，你吃。对不起，疼吗？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会知道你胳膊上的刺青？现在还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世，以他的性格，定会惹出乱子，害了他自己和皇后娘娘。得先让娘娘，让母后看清这些人的嘴脸。皇后娘娘一直这么识人不明吗？大不敬了。哎，我的意思是，皇后娘娘再这么下去，就要被他们害死了。皇后娘娘刚找回三公主，怎能不珍惜？若是没有十足的证据，她肯定不会相信三公主要害自己的。那我们就把证据摆在她面前。你想怎么做？我们这边先出点动静，把她给引过来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皇后娘娘出事了！你进去干嘛？你是王太医吗？快去禀告皇上，传王太医。哎，叶护卫，娘娘她突发重击，让开！你在外面喊什么？你巴不得本宫出事是吧？娘娘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说，在许县刑场
娘娘要杀了我，替三公主出气。二皇子本来还劝娘娘要慎重，后来再看了我养父许安的日志，对，日志上说你是叛军首领雷鸣的孽种。那要是我当时说我养父许安根本就不识字，更别说写日志了，娘娘会信吗？人都死了，死无对证，你说什么，本宫都不会信的。娘娘果然偏执，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。你又想挑拨我跟诺诺之间的关系，我告诉你，不要枉费心机。你对诺诺说的每一句坏话，本宫都给你记着。等本宫从冷宫出去，那要是我能让娘娘亲眼所见、亲耳听见，三公主就是要毒害娘娘的。雪妃娘娘，雪妃娘娘，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皇后娘娘她突发重疾，陛下不在御书房，只好来求许妃娘娘了。求本宫做甚？没有陛下和许妃娘娘的口谕，王太医她不敢进入冷宫。行了，下去吧，本宫这便派王太医过去瞧瞧。是。成了。冷宫内小太监确实说皇后出了事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你还是过去瞧瞧。也好，我这个做女儿的确实该去看看。只不过这皇后要是还没死透，别王太医再给救活了，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了？要不再等等。在宫里混的，谁还没有几个贴心的王太医呀？微臣见过许妃娘娘，见过三公主。本宫平日待你如何？恩重如山。皇后娘娘在冷宫中突发重疾，陛下又不在宫里，本宫总不能见死不救。你去冷宫中替本宫瞧瞧。微臣领命。但是有些话，本宫要与你说道说道。微臣洗耳恭听。这俗话说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所以这天命不可违，富贵也不可拒。你明白本宫的意思吧？许妃当着三公主的面把话说得这么明显，皇后可是三公主的生母啊！你瞧本公主做甚啊？本公主又不会瞧病，你只管按照贵妃娘娘说的去做便是。微臣明白，既是突发恶疾，事不宜迟，微臣现在就……来，等等，等本公主喝口茶，随你一同去。遵命。磨磨唧唧的，故意为之。最好这个三公主是假的，否则我实在无法接受。人伦尽丧，畜生不如。放心，肯定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……哎呀，来了，快来了，来了！按照我们说的去做。去。太医，走。奴婢许二丫见过三公主。我母后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饶不了你。王太医，本将有几句话要跟你讲。燕氏未讲。皇后与陛下乃是患难与共之情，虽然现在在冷宫，但一定会出来的。还有二皇子，迟早要登基大统，希望王太医是个明白人。王太医，请吧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这是皇后娘娘和许妃娘娘斗法，哎，就不该接这个差，怎么办？三公主，王太医正在里面治病，有什么事，还请三公主殿外候着。你一个小小的侍卫也敢拦本公主，给本公主让开！职责所在，还请三公主莫要刁难。刁难？我母后在里面生死未卜，
我这个做女儿的不该进去看看吗？是你刁难本公主，还是本公主刁难你？有什么情况太医会说的，还请三公主不要打扰太医治病。三公主，燕侍卫，切勿喧哗。你闭嘴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在教本公主做事？奴婢不敢，只是怕扰了。那是我母后。你们两个给本公主让开！我母后今天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就要你们陪葬！三公主，让开！三公主，让开！王太医，皇后娘娘她怎么样了？突发重疾，药石难医呀！好你个贱婢，竟敢毒杀我母后！今日我若是不杀了你，我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？来人，在。三公主，那些点心是你让我去你宫里拿的。大胆！你的意思是本公主给母后下毒？哼，可笑至极！本公主为何这么做？那奴婢又为何要毒害皇后娘娘呢？这宫中谁人不知，你是那叛军雷鸣的贱种。你自然是想杀了皇后娘娘，为你父亲报仇。那三公主明知道我是叛军雷鸣的女儿，还让我来冷宫伺候皇后娘娘，是想为我提供报仇的机会不成？没想到你个贱种竟然如此能言善辩，今日本公主就把你这嘴给打烂！来人，给本公主拿下！三公主，是你和许妃勾结，想毒害皇后娘娘。你是怕皇后娘娘清醒了，拆穿你假冒皇妻。只要皇后娘娘死了，你就能高枕无忧。反正皇上日理万机，也不会关注这些。张嘴，张嘴，给本公主把她嘴给打烂！你怕了，你慌了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三公主赵诺。你个贱婢，本公主打死你！住手！你个贱婢，本公主打死你！住手！母后，你没事？你是希望本宫有事了？不是啊，母后，我是看你安然无恙，我高兴啊。你怎么知道本宫是中毒了？刚刚是王太医说的。你说本宫中毒了？微臣说的是突发重疾，我可没说皇后娘娘中毒了。回答本宫的话。母后，别叫我母后。你是不是三公主赵诺？本宫自会查明白。小七，是。撕开她的衣领。现在王太医在这里，本宫让他瞧瞧你肩头被许二丫和她养父烫伤的疤，到底是新伤还是旧伤？小七，是。燕侍卫，小七，三公主得罪了。三公主得罪了。母后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恨我在寿宴上说了那些话，可是女儿也是没办法呀。我还那么小的时候你就抛弃了我，对，女儿是怨恨你，但是我没理由害你的。女儿只是想让你感受一下女儿当年被抛弃的无助。没有，本宫从来没想抛弃你。娘娘，还是先验伤吧。啊，对，你是不是本宫的诺诺还不知道？说这些做甚？母后，那日在寿宴上，我不是已经和父皇滴血认亲了吗？你也是亲眼看见的呀。那也只能证明你与陛下是亲生，并不能证明你就是皇后娘娘的三公主赵诺。陛下这些年微服私访，出宫多次，说不定跟民间女子……娘娘，当众撕三公主的衣服确实不妥。如若您要不怕疼，可再次滴血认亲。本宫怀胎10月，诞下诺诺时不疼吗？本宫日思夜想茶饭不思时不疼吗？去打水来。奴婢这就去。你现在跟本宫说实话还来得及。你若不是本宫的诺诺，本宫保证，无论你是不是龙种，你在宫里都不会太舒服。我是娘娘，水来了。小七，王太医，有劳了。王太医，你忘了我刚刚对你说的话吗？不是，下官。王太医，拔针。王太医，拔针。爽了。怎么会这样？
母后，这下你相信我了吗？诺诺，就算能证明她是三公主赵诺，那也不能说明毒不是她下的，否则她在不知道您得了什么重疾的情况下，怎能一口咬定您就是中毒呢？娘娘，娘娘，你还有别的女儿？没有，本宫就诺诺一个女儿啊！难道我不是？可是那些记忆怎么会如此清晰？让让！燕侍卫，借血一用。作何？滴血验亲啊！我前些天在一部医书上看到，还没来得及验证。燕侍卫，现在不是跟你讨论医术的时候。娘娘，这事儿要查清啊！罢了，既然如此，那便……你作何？容了！古医书籍上记载，滴血认亲并不准确，在水中，任何人的2滴血都能相容。不过此言过于离经叛道，要不是……王太医的意思是，没有血缘之妻，2个血液也会相容。要不你试试？那瞧瞧，我与燕侍卫肯定不是血亲。我跟你这小婢更是8竿子都打不着。那娘娘和三公主不是？微臣刚刚就想说此事。既如此，那便验验伤疤。不，你们为什么不信我？我就是三公主赵诺，我就是三公主赵诺，我是母后燕小七。我跟你讲，我会禀明父皇，告你大不敬之罪。你还是考虑考虑，冒认皇亲，毒害皇后是什么重罪？许贵妃到！贵妃，她什么时候升贵妃了？燕小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撕三公主的衣服，你可知罪？你什么时候升的贵妃呀？托姐姐的福，要不是你被打入冷宫，陛下准备废后另立，我这一辈子都当不上贵妃呢。废后另立？你说什么？姐姐没听错，刚刚礼部侍郎过来宣旨，陛下升我为贵妃，这里面的意思姐姐懂吧？那还不是为了等废了姐姐，再让我母仪天下吗？只要我活一天，你就别想母仪天下，你不配！哎呦，姐姐，叫你一声姐姐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你现在已经是被打入冷宫的废后，敢指使人对三公主不敬，这叫以下犯上。她是我女儿，我教训不得。就您这样的人，配为人母吗？诺诺谢过贵妃娘娘救命之恩。三公主不必多礼，现在本宫主掌后宫，以后自有本宫为你做主。王太医，你还要站在废后那边吗？微臣这就回去收拾药箱。本宫不信，本宫要见陛下。本宫要见陛下。姐姐，你现在已经是被囚于冷宫的废后，陛下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？本宫不信，本宫要见陛下。瞎吗？拦住他！哪有男人打女人的？我来。去，我从小就拉馊水干重活，这点力气还是有的。你们再敢对皇后娘娘不敬，把这个剑柄给我拿下！想死的尽管上！大胆！竟然敢在本宫面前亮刀，你是想造反不成？末将不敢，但谁要敢对皇后娘娘不敬，末将绝对不会坐视不理。她现在已是废后，那也是拜你这个畜生所赐。本宫就要活撕了你！以前唯唯诺诺、战战兢兢的小贱人，如今竟然敢如此放肆了。你以为跟着这个废后，本宫就奈何不了你？来人呐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拖过来！再前一步，刀剑无眼。燕小七，你作为皇家御前侍卫，保护这个废后倒是情有可原，现在连这个贱人也要护着了吗？哼，护定了。哼，护定了。
燕侍卫，放下兵器，保护娘娘，职责所在，恕难从命。你们来的正好，皇后娘娘被陛下囚禁冷宫，心生不满，准备造反，给我就地格杀。熹贵妃，这陛下尚未下旨废除，皇后娘娘仍是……好，好，好，本宫一个贵妃使唤不动你们了是吧？皇后娘娘你们不敢动，燕小琪和这个贱人你们也不敢动吗？养你们不如养条狗。动手！除了皇后娘娘，其他人交给贵妃发落。养不熟的狗！之前要不是本宫可怜收留了你，你已经被皇后虐死了。娘娘是可怜我吗？娘娘分明是想借我之手杀了皇后娘娘，然后栽赃嫁祸给我，受游街之罪。我说的对吗，娘娘？你知道又如何？今日你们谁也活不了！来人，将这贱婢给我就地格杀！慢着，怎么？你不想杀了她？现在还不能杀了她，我们得先出了皇后。今日若是杀不了她，你我永无宁日。可是皇后他们都不敢动手，那就只能让皇后心甘情愿的自尽了。带下去吧。是。请皇后娘娘自尽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三公主啊，赵诺。皇后娘娘若是不肯自尽，这许贵妃怕是会杀了许二丫的。你拿许二丫威胁本宫？皇后娘娘虽然有时候感情用事吧，但说到底还是个聪明的人，有些话就不用我明说了吧。你想想那玉佩，再想想梅花胎记。你说他是？嘘，莫要声张，否则非但没有人相信，许二丫还会死得更快。冒认皇亲，诛九族的大罪，这就不劳皇后娘娘您操心了。皇后娘娘您若是不肯自尽，我们自然是拿您没办法的。但是这许二丫呢，可就要人头落地了。这许二丫可真是个苦命的人啊！你说，她从小就被皇后娘娘您弄丢了，跟着一个家徒四壁的佃妇，乘着拉馊水车长大。这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生母亲您，皇后娘娘却对她百般羞辱虐待，差点就死在您手上了。我刚才说您不配为人母，有错吗？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别哭呀！您现在有一个赎罪的办法，就是拿您的命换他的命，就看您愿不愿意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除了信我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这贱婢本来就是叛军雷鸣的女儿，陛下大赦天下，才侥幸不死。如今祸乱宫中，意图谋反，今日本宫让她生不如死。来人，在，先打断她的双腿。皇后娘娘，我数到3，您若是同意自尽，就大声地告诉众人，您意图谋反，现在被许贵妃发现，想一死以谢天下。等到时候您死后，许贵妃上任皇后，而我呢，还继续做我的三公主。到时候许二丫对我们没有威胁，自然可以给她一笔钱财，让她安享此生。至于您不愿意的话，10棍下去，皮开肉绽；20棍下去，伤筋断骨；30棍下去，一命呜呼。但是吧，我呢，肯定不会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死去。人质，皇后娘娘，您听过人质吗？就是把他的4肢砍断，然后再把人塞到罐子里。你这个贱人！1，本宫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2，本宫跟诺诺说几句，3，本宫自尽。
因几日前，本公主在父皇面前将皇后娘娘抛弃本公主，以色示敌的事情告发，父皇将其打入冷宫。本想让她静心思过，没想到她竟然还想逃出冷宫，前往边境投靠叛军余党。幸得许贵妃及本公主及时发现制止，请许贵妃发落。皇后娘娘，你可认罪？皇后娘娘，娘娘！不要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忍！不要，娘娘！皇后娘娘！但此事，叶小七和许二丫他们并不知情，与此事无关。很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宫念在与你姐妹多年的情分上，赐你1丈白，你体体面面的去吧。本宫和在座的诸位会在陛下面前说清楚。都是因为这个恶毒狠辣、卑鄙无耻的贱婢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区一个贱婢，毒杀父亲不说，还搞得我们皇家鸡犬不宁，本宫容不得你！来人，在，给本宫押上刑台。是，本宫倒要看看，谁还救得了你！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娘娘不要！娘娘，求求你看看我！娘娘，娘娘，你看看我！不要啊，娘娘！这事大了，不行，我得去告诉陛下。当年的叛军余党竟然死灰复燃，直到今天你们才发现。陛下息怒，据抓到的奸细招供，叛军余党都集中在边关，三皇子在边关重兵把守，让这些贼子们也翻不出什么大浪。陛下，三皇子可是我朝第一猛将，有三皇子替陛下守卫边关，陛下可高枕无忧。三公主与皇后娘娘的事是陛下的家事，臣本不该多言。但如今这个形势，要想请三皇子安心守护边关，请陛下废后，立许贵妃为后。臣等附议。若是三皇子知道他的生母母仪天下，必定竭尽全力守护我朝江山。行了，朕与皇后娘娘相爱数10载，育有2个皇子，1个皇女。虽说大皇子夭折，但毕竟还有2皇子和3公主。朕若废了他们的母后，该如何向他们交代呀？若是废后，2皇子确实难堪，但是皇后做出抛弃公主、以身试敌之事，也是咎由自取。料想2皇子也是能够理解的。三公主竟然告发皇后，应该早能料到这个结果。陛下被抓的奸细说他们与宫里多有联系，皇后又承在敌后，会不会？陛下，王太医求见。朕今日有要事在身，不必请脉。王太医说，皇后要在冷宫悬梁自尽。啊？什么？自尽？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你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娘娘，皇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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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，娘娘，不要啊，娘娘，不要啊，娘娘，皇后求娘娘，你看看我！不要啊！娘娘，求求你，娘娘！隔着银河相对，亲密的一回。皇后娘娘，不要啊！让心越累。有一天海交汇，深深夜幕低垂，爱恨线索成外，苦等一人归。
么真是反了天了！皇上，你怎么敢？诺诺，即使她做过伤害你的事，但她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母后自尽，如此有悖人伦、大逆不道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是母后她企图谋反，我只不过是大义灭亲，何尊住口！你母后不是这种人。既然当年能做出抛弃诺诺以色侍敌的丑事，现在又为何不可？你跟朕住口！母后她已经当众承认自己谋反，在场的人都可以作证的。陛下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这肩头的伤有些时日，但是究竟是数月前的伤，还是10几年前的伤，实在难辨。那许二丫肩头是胎记还是刺青？回娘娘，若是刺青做得足够精细，与胎记几乎无二，所以微臣也不敢断定是胎记还是刺青。新伤旧伤分不清，刺青还是胎记你也分不清。王太医可真是谁也不想得罪。贵妃言重了，实在是属下学艺不精。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皇后啊，皇后，数月前你信誓旦旦说她就是三公主，可现在让朕说什么好啊？陛下，臣妾思女心切，乱了心神。但如今臣妾确信许二丫才是我们的女儿。这话都让皇后给说了，你说谁是谁便是。证据呢？贵妃所言有理，皇室血脉不容玷污。若无证据，臣以为还是维持现状为好，以免朝堂民间非议。胡闹！冒认皇亲者就该千刀万剐，怎能稀里糊涂？你们这些做臣子的，难道就知道和稀泥做和事佬吗？徐贵妃，你说的对，冒认皇亲者死。臣妾附议，冒认皇亲，诛九族。陛下，末将有证据。哦，快讲。陛下可还记得三公主曾咬过末将，留下过一排牙印？对，是有这事儿。当年朕让宫里的刺画师给你刺了一头猛虎，遮住了这排牙印。他知道此事，他若不是三公主，怎会知道？我也知道呀。是该说这家伙单纯，还是该说这家伙蠢？我好蠢啊，怎能直接说出此事？应该让两人猜猜我胳膊所刺为何物才对。既然二人都知道，那就做不了什么证据了。燕侍卫可还有其他证据啊？陛下，既然没有办法分辨谁才是真正的公主，那臣妾说说自己的看法。臣妾觉得此事有蹊跷。如何蹊跷？皇后娘娘何等聪慧，早不说二丫是公主，晚不说二丫是公主，为何在这个时候说呀？本宫刚刚说了，臣妾思女心切，乱了心神，这才被蒙蔽。我看不是吧？应该是三公主在皇后诞辰之日说出了皇后当年的丑事，皇后记恨于心，却又不知该如何反击。后来被打入冷宫，许二丫又从旁伺候，这才跟许二丫合谋，准备鸠占鹊巢。一派胡言！本宫为何要如此？一派胡言！本宫为何要如此？那好处可太多了。首先，就能掩盖当年皇后抛弃幼女以色侍人的丑事。如果三公主是假的，那她所说的话自然是假的。其次，本宫听说近日边关与京师都特别的动乱，当年叛军余党又卷土重来，而这个许二丫已经被我们认定是叛军雷鸣之女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皇后非要说许二丫是陛下的女儿。如果陛下真的把许二丫错当成三公主，那岂不是天大的乌龙？许贵妃，你不要胡乱攀污。许二丫究竟是陛下的女儿，还是叛军雷鸣的女儿，一切尚无定论。
陛下，早先议事时，皇承嗣说了，据抓到的奸细透露，他们与宫中有勾结。哼，果然被臣妾说准了。臣以为许妃所言有理，无论这许二丫是不是三公主，都应暂时交由皇承嗣审讯，以保江山社稷。皇承嗣，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皇承嗣被称为阎罗殿，走一遭，活人也变鬼。这要是不能将他们二人分出谁才是真的三公主，不如将他们二人都囚于宫中。燕侍卫，这话就不对了。此事事关天下安危，如若这个许二丫真的与叛军有勾结，这个时候把她放在宫里，岂不徒增危险？就算贵妃娘娘说的有理，也应将他们两人都交于皇承嗣。哼，反正又不是本宫的女儿，随便吧。贵妃娘娘，三公主，既然身为皇家儿女，当然以天下为先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莫怕。好，女儿为了家国天下，为了父皇社稷，女儿愿去。你敢吗？我说不出什么大话来，但为了能与家人相认，我也愿意去。你可想好了，皇承嗣可不是许县衙门。我命硬，已经死过好几次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将二人都交由皇承嗣。燕小七，末将在，带二人前去，传朕口谕，只许审讯，不许用刑。末将遵旨。慢着，贵妃还要何事啊？燕小七与许二丫关系匪浅，如今形势不明，为了陛下与天下的安危，这个御前侍卫是不是？贵妃所言有理，在查清真假公主之前，燕侍卫还是先消磨几日吧。陛下，您就没有怀疑过许贵妃吗？皇后说笑了，许贵妃乃是三皇子生母，三皇子正在边关与叛军鏖战，许贵妃又岂有与叛军勾结之理啊？好了，莫要多言，就这么定了。娘娘可是受了雷声惊吓，奴婢给您沏壶安神茶来。不必，本宫是忧心许二丫那丫头在皇承嗣。娘娘不必忧心，陛下说了，只准审讯，不准动刑。本宫是怕许贵妃那贱人又在做什么手脚。公主，请喝茶。陛下说过不让动刑，你们是啊，本公主怎么没听到？没想到你们的手竟然伸到了皇承嗣。许二丫，你要是痛痛快快地承认了，你就是叛军雷鸣的女儿，还能少受点苦。你要是不承认，这皇承嗣有的是本法。陛下要是知道了，定不会惊扰你们。聒噪，把这贱人的嘴给本公主堵上。是。还愣在这里做什么？让本公主瞧瞧你们的手段，可别弄出什么外伤来，落人口舌。遵命。这便是孝刑。回三公主，正是，没什么人能够坚持半个时辰，半个时辰必让他招供。如今这形势，看来只能提前动手了。陛下并未起疑，还是等三皇子那边率军杀回京师，到时候再里应外合，一举夺下皇位。你还是不了解陛下，别看他今日好像是向着本宫的，他只是忌惮我儿手中的兵权罢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去冷宫营救皇后，还差点扇了我一巴掌。那娘娘的意思是？你想办法把潜伏在京城的刺客都调进宫来，其他的，本宫自会安排。三公主，这贱人的嘴是真硬啊！你们皇承嗣不是号称阳间阎王殿吗？就这点手段吗？只是有些手段使不得罢了，否则就算大罗金刚来了，他也得掉层皮。只要不弄出外伤来，随你们便。三公主，
当真？只要能让他招供，且不动出外伤，其他的本公主担着。有三公主这句话，属下我就放心了。请三公主回避一下，半个时辰之后必定让他招供。回避？为何要回避？只因此刑法过于瘆人。只管做便好。本公主又不是吓大的。是。你们是要包了这贱人炖汤吗？回三公主，这泥鳅一旦受热，可是会乱钻的。果然是皇城寺，果然是洋货店。徐二丫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招还是不招？好，这是你自找的，动手！起来！燕小七，你竟敢私闯皇城寺！只要你死了，这场闹剧就结束了。你没事吧？现在就杀了你这贱人！现在就杀了你这贱人！皇上，别为了我做傻事。你本来就没了官职，如今还擅闯皇城寺，岂不是坐实了我们同敌？我又做错事了？放心，信我。他认了，别给我装死了，起来，让他画押，让他画押，快点儿，起来！正如许贵妃所说，趁着叛军卷土重来，想要祸乱宫内，只是罪无可恕。诺诺，父皇让你受委屈了。父皇，那您打算怎么处置许二丫？五马分尸。可是，司天监不是说要大赦天下吗？人赦天不赦。陛下，这事儿绝对不可能是许二丫一个人策划的，皇后娘娘必定牵扯其中。母后，不会吧？臣妾昨夜看了朝廷与当年雷鸣叛军在许县之战，耗时1年零6个月，可对？对，1年6个月零10天。那这事儿就说得通了。许贵妃这话何意？当年陛下亲征叛军，被叛军袭营，皇后娘娘跟三公主逃出后便失踪了，在大破叛军的时候才找到皇后娘娘，历时刚好1年有余。而三公主又说皇后娘娘在敌军营中以色示人。咱们都知道许二丫是雷鸣叛军之女，而皇后娘娘又非要说许二丫是她的亲生闺女，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许二丫确实为皇后所生呢？贵妃娘娘是说，许二丫是母后和叛军雷鸣的女儿？求佛祖保佑真相大白，一家团聚。求佛祖保佑真相大白，一家团聚。求佛祖。你自己看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陛下，一定是他们伙同皇城寺。住口！朕已经派人检查了许二丫的身体，并无用刑。朕现在总算明白了，许二丫那贱种确实是你的女儿，但她不是朕的。陛下，您在说什么？当年你被囚贼营做过什么，还用朕说吗？陛下，臣妾当年只是做些洗衣做饭的粗活。陛下破敌营时，臣妾正在洗衣，陛下是看见了的。雷鸣并未对臣妾无礼啊！哎呦，都什么时候了呀？你还在为那个贼手说好话呀？你这个贱人！住口！陛下，您瞧瞧，不知悔改，恬不知耻。朕决定废后，贬为庶民。陛下，臣妾愚住口！朕现在不想再听这些。你现在已是庶民之身，通敌卖国，罪无可恕。来人啊，在！赐朕酒，
请皇后娘娘上路。放肆！已是庶民，还什么皇后娘娘？就他这样的，本该车裂。皇少宅些人偶，全他一个体面，还请什么请？直接跪下！别让咱家为难。罢了，夫妻一场，到头来却是如此下场。那真是皇家无情，我自言便是。你安心上路，等一下我就让你那贱种女儿与你黄泉相会。皇上，臣妾求你放雪儿丫一条活路吧，要不然总有一天你会后悔莫及的。母后，您这是在威胁父皇吗？朕不会放了他，朕要让他在叛军余党面前五马分尸，以示君威。陛下，给他跪下！住手！母后，儿臣来迟了，是儿臣不孝。燕儿，你这是也要造反吗？要是我从许县晚回来一步，你就会酿成终生后悔的大错。许县，你去许县做甚？他，许灵音，冒充皇亲，侮辱母后，欺骗父皇，闹得整个皇家不得安宁。此等贱人，万死不足惜。二哥，你这是在说什么呀？别叫我二哥！父皇，来人，把人带上来。拜见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平身。他们是？把你们给本王说的话，对陛下再说一遍。陛下，草民是许县许家村的赤脚郎中，在村中行医，村民的情况我都了解。说重点，陛下哪有时间听你在这废话？我想说，许安是安分本分的人，他祖祖辈辈都住在许家村，他收养的闺女许二丫也不是叛臣之女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那天夜里，你这孩子恶寒高烧，头部重创，气血双亏，治不了了。这孩子这么可怜，你就救救这孩子吧。治不了了，治不了了。这是我娶媳妇的银子，您拿着。当时皇后娘娘因为一本日志，认定许安收养了叛贼之女，还说许安收了叛贼的银子。当时草民想给他鸣冤，可是，那日志有问题。那许安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他怎么能写日志呢？再说了，他要真收了叛贼的银子，他闺女生病的时候也不至于卖他仅有的1亩3分地呀。那许二丫右肩的梅花印记有，那梅花胎记特别别致，草民记得非常清楚。而且儿臣还找到了当时负责护送三妹的侍卫的墓，虽然墓中早已是一片枯骨，但儿臣发现了这个。请陛下验证。没错，是朕的御前侍卫。你叫许灵音？回父皇，那个是养父取的名字。先听听药店掌柜怎么说。陛下，毒死许安的药是他让我们送的。你血口喷人！陛下，草民作证，是他。你这药铺我买了，拿着这些银子离开许县，找个地方隐姓埋名，好好生活。这么得钱，您这是？离开之前，把这副药材放到许家村许安家门前，再附书信一封。这药和书信都是草民送过去的，这草民确实不知道这是毒药啊！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父皇，许灵音借三妹之手毒杀养父许安，以此来判三妹斩立决，为的就是除掉三妹，
自己冒认皇亲，自己冒认皇亲。不是我做的，父王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狡辩？许灵英，给你肩上烙下梅花烙印的丫头，你爹许县县令，全被本王抓获，正在押往京师的路上。他们全都招了。怎么会？表姑救我！谁是你表姑？你个冒充皇亲、污蔑皇后的贱人！来人了，拖下去杖毙！慢！这是傻子吗？之前这个贱人冒认皇亲，你有没有参与朕不知道，但是之后的种种，你脱得了干系吗？陛下，臣妾真的不知道，是这个贱人，他也蒙蔽了臣妾呀，陛下。所以你就将计就计，置皇后于死地。朕差点就上了你们这对贱人的当，犯下有悖人伦的大罪。如今事情已清，你罪责难逃。来人呐，在，将他们拖出去。是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宫就先下手为强了。你，当年皇后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陛下的事情，因为臣妾当时就在敌军营中，雷鸣正是臣妾的夫君。雷鸣正是臣妾的夫君。你这个贱人！陛下想不到吧？在臣妾入宫前就已经怀了雷鸣的儿子了。哦，就是如今的三皇子啊！可笑的是，陛下还把兵权亲自交到了我儿手里。这回我儿应该已经杀向京师了，你们皇族一个不留。表姑，杀了他们，夺了这天下。你太让本宫失望了。本以为你有点本事，想不到你做事如此不干净。你留着这些人的性命作甚？是皇后之前查的严，这都让我父亲一定。有其父必有其女，你也是个废物。你竟敢在宫中杀人！杀人？我不仅要杀人，我还要弑君！我要杀了你们全家！等我儿归来，就可名正言顺的登基。我看谁敢不服！你是从什么时候收买了这些太监的？太监？他们可不是太监，他们都是我精心养的精锐。为了把他们带进宫中，我可花了老大的力气了。本来想等我儿大军围城，我们在里应外合杀了你们，没想到遇到个蠢货，把我的计划全给打乱了。不说废话了，受死吧！受死吧！父皇，你带母后先走。朕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意与我儿迎敌？好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给我上！末将救驾来迟。你不是休沐了？是雪二丫让末将来的。他之所以认罪，就是为了引蛇出洞。没想到，他所料如此之准。什么雪二丫？那是赵诺，诺诺。诺诺呢？是啊，朕的女儿呢？他是不是那黄承思？是不是他们对朕的女儿下了毒手？朕要让他们……三公主到。女儿赵诺见过父皇，见过母后，见过二哥。诺诺，诺诺，去死吧！小姐，诺诺，诺诺，诺诺，快去金太医！
太医，太医，来不及了，先让草民看看。紧急举报，叛军围城！紧急举报，叛军围城！陛下，三皇子勾结叛军余党，现在已经兵临城下，请陛下速速决断。现在兵力如何？陛下，京师现在兵力不足，如何是好？请陛下即刻拟诏，下令各地将军进京勤王。下令前往。如今京师已被团团围住，各地如何得知？就算飞鸽传书，侥幸飞出去几只，各地前往也来不及啊。那如何是好？不如议和。对，议和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议和？朕怎么养了你们这帮废物？陛下，末将虽只是您身边的一位御前侍卫，但末将愿意临危受命，挂帅迎敌。哼，倭寇小儿，几知自己毫无领兵经验，岂敢如此托大？若是不幸战败，届时江山危矣，陛下危矣。虎父无犬子，本王信他。父皇，燕小七的父亲乃是镇国大将，且燕小七从小熟读各种兵法，文韬武略无所不通。既然事已至此，何不给他一次机会？这是你母后的意思？也是儿臣的意思。父皇，儿臣愿与燕小七一起，共同抵御外敌，救国于危难。我父皇成全。好，燕小七听旨。在。朕封你为护国大将，率京师守卫边疆。末将遵旨。来人，这把剑是当年朕赐予你父亲的佩剑，现在朕赐予你，希望你莫负。末将一定不辜负使命，不负皇恩。幸好那个赤脚医生救治及时，如今三公主已无大碍，再静养些日子便可痊愈。王太医，这段日子辛苦您了。能伺候三公主是微臣的福气，若没有其他事情，微臣得去军营医治受伤的将士了，先行告退。战事依旧焦灼，微臣不知。母后，妹妹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别大惊小叫的，惊扰了你妹妹休息。哦，母后，妹妹，燕小七那小子是骑兵，烧了叛军的粮草，叛军现在不战自溃了。叛军退了？那倒没有，三皇子，呸，许贵妃那个儿子说要和燕小七在城楼下一决死战。小七答应了。他那个脾气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糊涂啊！既然敌军已退，何必还要单打独斗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母后，燕将军应该是想杀了他，永绝后患。对，妹妹说的对。小七说他要拿下叛军敌手的首级，求父皇下旨赐婚。赐婚？他看上哪家姑娘了？今日何要如此爽利？喝完药，我要去给燕将军擂鼓助威。今日擂鼓之人穿的好生奇怪。那是三公主赵诺。三公主竟然亲自为我们擂鼓，咱们就算死了也值了。众将听令，战！随本将一起杀敌。是。女儿赵诺见过父皇，见过母后。末将见过皇上，见过皇后娘娘。朕果然没有看错人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子。好，一击之敌。那都是三公主的功劳。一袭红衣，城头擂鼓，鼓舞将士军心。
我可不敢鞠躬，都是二哥运筹帷幄，让小七烧了敌军的粮草大营。好了，不必让来让去了，三人都居功甚伟。啊，皇上，这人头……罢了，就当让他们一家团聚了。陛下，咱们一家是不是也能一家团聚了？好，那朕有3件事，便要昭告天下：皇子赵晔，纯孝良德，智勇双全。朕今日封你为太子，赐东宫。谢父皇。 15年前，叛军来祸，朕不慎丢失爱女，朕与皇后日思夜想，现如今终于寻得3公主，朕与皇后不甚欣喜，朕愿与文武百官同乐3日。朕封赵诺为鸾凤公主。谢父皇，谢母后。叶小七，朕本想封你为护国大帅，但朕觉得这还不够，朕与皇后商议。 你诺诺本就是青梅竹马，朕便将鸾凤公主许配于你护国大将燕小七。末将何德何能？你们3人都是朕的儿女亲家，股肱之臣，乃朝廷之栋梁。望你们从此以后，挑国家之重担，思百姓之忧苦，皆为黎民，目之所及，皆是社稷。你们莫要让朕失望。臣领旨。